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我太渺小，被你思念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幻想。失去所有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。保护你，用爱围绕，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一秒。吃下吧。呀，周哥，那你捧咖啡，我卖鸡饭，我们两个在同一间咖啡店做，怎么好意思收你钱？你每次都给我那么大盘。哎呀，那阿周哥，那改次我喝咖啡呢，你加多一点糖，加多一点奶。哎呦，看来呀，鸡饭花是看上阿周了，以后我天天有戏好戏看。精明不是看上鸡胸肉了，你准备生儿子，要用俺钱做小的，后来怎么样？你不好怎么会看上西湾花呢？讨厌，你又知道？哎，男人当然知道男人的事哦，讨小老婆嘛，当然要找漂亮的。安娜已经结婚了，还有4个女儿。哎，看来你看阿周年轻多了，又长得好看，别看鸡饭花胖胖的，他还蛮有眼光的。哎，对呀，华江丽，你不是很会跟人家做媒人呢？因为我们帮他，我还可以赚一个红包来花花嘛。走啊！要点什么？阿周啊，有人要请你看戏哦。哎，这个人啊，又能干又会赚钱，你们两个人很相配耶。谁啊？鸡饭花。你们别开玩笑啊！哎，阿花来，阿花。你自己问问他。你问到什么？哎呀，阿花，你不是说想看那个《爱情长跑》的那个电影吗？对呀，阿周，你不是说也想看《爱情长跑》吗？周，不用怕羞的，哪个男人不多情？你不敢问，我们帮你啊！对呀，看电影呢最好是晚上，而且啊1次生2次熟，快点去啦！阿周哥，你说呢？我去收东西啊。6月，哎，你喜欢听琼剧的？嗯，很好听啊。你要不要喝咖啡？我泡一杯给你好了。哦，不用了。那你是来找？我不是来找人的，我刚好经过这里，看到咖啡店里的灯亮着，就进来看看一下。这剧名叫什么？哦，这个剧叫做《红叶题诗》。戏名很好听啊。对啊，哎，坐。那其实不止戏名好听啊，这个剧还是我最喜欢看的琼剧。故事说什么？说给我听听。红叶题诗啊，说的是一个宫女韩翠萍和一个才子于右的故事。韩翠萍呢，在后宫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寂寞的宫女。那有一年秋天，她在花园里看到树上落下了一地红叶，她呢就在红叶上题了一首诗，然后啊，她再把那片红叶放在后宫的沟里，让它随着水流到外面的世界去。后来呢，这个红叶就被于右捡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后来怎么样了？怎么不说了？我刚才看到你很欣赏的样子，在听琼剧，是哪一段那么吸引你啊？哦，是我最喜欢的几句。一年四季随流水，
方知红叶是良美。红叶能把两个不可能相见的人拉在一起，人生太奇妙了。对了，今天早上我经过这里，看到麻将英、9号妈咪，还有鸡饭花他们。那是麻将英他们乱说笑的，我自己都没有那个意思的。可是我看得出鸡饭花很喜欢你，他这个人也不错啊，蛮热情，人又随和。你喜不喜欢他？感情是要讲缘分的。你不喜欢人家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？阿浩她是个好女孩，做事情又很勤快。我就算不喜欢她，我也不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说出来啊，要不然他们一定会在背后笑她的。那你喜欢咖啡店里的工作吗？就算不喜欢，又能够怎么样呢？我啊，书只念到中2，而且在学校的时候啊，我的英文就很差了。这几年在咖啡店，更加全部忘光光了。到外面能够做什么？不要泄气，英文不好，我给你补习。真的吗？阿星，我发薪水了。你说过钱呢要省省的用，买酱油的钱就不要拿去买醋。开心的。这个呢是要交房租和水电费，这些是买米、买油、买菜用的，这些呢，是要搭巴士用的，这个是我1个月午餐的费用。哇，就是这个1块7毛半哎，1块7毛半，我要做什么呢？我可以去看电影啊，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。好啊，这是不好。哎，我可以去做一条裙子，最流行的那种，有小口袋的那种。哎呦，又不够。哎，我应该痛痛快快的吃一顿。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4张老虎抱过来我的家。阿星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刚打蟑螂啊，蟑螂被我打死了。你说我是不是 Super Woman 啊？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间房子里，很闷的。如果有你在，还有人跟我吵架、顶嘴。现在只能够从照片中看到你了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呢要去吃蛋糕了。哎，我是用很少的钱买的哦。一共是1块7毛半，叫一杯咖啡，叫一碟鸡饭，还剩下一点钱。如果去西餐厅叫牛排，那钱就不够了。没有关系啊，第一次领薪水要宠宠自己嘛。回去拿钱。哎，不要给，对不起。哦。立凤，什么东西掉了？我帮你捡好不好啊？什么？不用你管啊！哎呦，干嘛这么大声嘛？你爸爸不是跟人跑路了吗？现在你孤苦伶仃一个人，很可怜的嘞。让我照顾你是最佳人选的。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跟着我，从大波到小波，都没有人敢瞄你一下。我就是喜欢给人家瞄，怎么样？滚开啊！哎呦！
钱的有钱呢。对呀，我身材越来越美了哦。哇！小姐，你要去吃饭吗？我改天再吃。阿忠啊，给我一杯咖啡。哦，光大咖啡一杯。哎，咖啡一杯好了。来，咖啡。喂！好烫！对不起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件是我最喜欢的衣服啊，汉康的面包，梦真啊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吴小姐，阿周啊，你做工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我不是有心的。不是有心，那就是没脑。哎呀，算了，算我倒霉了。哎，吴小姐。哎，吴小姐，喂，吴小姐，吴小姐，哎，吴小姐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伙计弄脏你的衣服，还把你的面包弄跌在地上，你不要生气，待会回去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。你有完没完的？我今天已经够倒霉了，你还啰啰嗦嗦的。哎，其实我是来还你钱包的，这钱包是你的吧？啊，是啊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。吴小姐，不如我请你吃饭，算是赔偿你的损失，好不好？你的伙计只是弄掉了我一个葡萄面包，凭什么让你请我吃饭？这样啊？我是那间面包店的老板，我去评你葡萄面包啊。那还差不多。吴小姐，你试试这些面包吧。哦。这些面包啊，都是今天刚刚新鲜出炉的，嘎压的，有豆沙的，还有葡萄干的。你每一样都试一试，看哪一个比较合你胃口。我比较喜欢葡萄干面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加多一点葡萄干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没问题啊，只要你喜欢的话，我叫他们每天做多几个放多多葡萄干的面包给你。好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用客气。玉华，叫阿水呢，每天做多几个放多多葡萄干的面包给吴小姐，哈。好啊。你叫我丽凤就好了。好啊。啊，这位小姐啊，请问你要订多少货啊？订货啊？哎，说要订货。总之呢，你就是叫阿水每天做多2、3个放多一点葡萄干的面包给吴小姐就可以了。这么多话。爸爸，快去看，有一只大老鼠。啊！你这里有老鼠啊？我最怕老鼠了。不用怕，老鼠抓起来了，老鼠在笼子里。哦。爸爸做的那个铁笼抓到老鼠了。很大的一只老鼠。你还会抓老鼠啊？真了不起。终于肯上岸了。香港是不是有个女人在等你啊？你无聊，我有一个弟弟啊，住在香港。哦，是不是你曾经跟我说过那个弟弟很崇拜李小龙的？他是不是当了武打明星啊？就是他喽，陪我去找他。对吧？那我先打个电话给他。好。好，老板，借我电话打一下。好，打了，谢谢。喂，请问龙永林在不在？没有这个人。喂，怎么了？他说没有这个人。是不是拨错号码了？喂，请问龙永林在不在？上回我经过香港，打过这个号码给他的。龙永林他已经死了。他说他死掉了啊！你先回酒店，我去找他。
怎么样？这什么饮料？这味道蛮特别的啊。这是咖啡加奶茶，叫鸳鸯，是香港的特别饮料。这名字真的很特别啊，鸳鸯。对，在香港混得不错吧？打遍了铜锣湾还是浅水湾了？还算不错。香港是东方之珠嘛，来了总要拾一些珍珠回去。说笑。你那个包租婆怎么了？你明明在家，他说你不在，还告诉我你死了，吓了我一跳。哼，理他呢！那个包租婆大脑有毛病，打牌输了钱就胡说八道、乱骂人。香港人的嘴很刻薄的。吃点东西吧。你现在算是很有成就了，当了武打明星啊。什么武打明星？你也信？跑龙套的。哎，跑船怎么样？去了那么多国家，真让人羡慕啊！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天天在船上，不是天空就是海，闷都闷死了。有些人一开始上船呢就后悔了。做一行怨一行。遇到一个熟人，我过去一下。坚叔，坚叔，不认识我了，我是永林啊，龙永林啊。开了，快走啊！走开了。坚叔啊，你收了我的钱，答应让我拍一部电影，电影没拍成，请你把钱还给我。你说什么？还钱？你接触我4处给你张罗，那些钱是应酬费。我们说得清清楚楚，没有电影拍就把钱退还给我，没说过什么应酬费。你是不是想把这笔钱给吃掉？吃掉又怎么样？我出来混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你不去打听清楚，就想到香港来混，死波佬！不服气啊？有种你再说一次！这就骂你死波佬，死波佬，听没听？来！波佬想跟老子要钱，老大，那他会不会？哎，怕什么？别理他。你想怎么样？把钱还给我！臭小子，死波佬，死波佬，死波佬！臭小子，你找死！混蛋！阿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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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想不到，你为了几百块钱，竟然跟人打了起来。如果你缺钱用，可以告诉我，大家兄弟一场，有事不应该瞒着我。什么香港，什么东方之珠，哼，全是骗人的。到了这里，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家里的人都以为你混出了头，还做了大明星。不是做大明星，是做大明星的梦。鑫哥，实话跟你说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大明星，我是给那些大明星做替身。
遇到戏里要跳楼、失火、爆炸，怕那些大明星有危险，就全由我来顶替。拿一点点钱，拿命来玩，叫我们开来飞。出就先出，死就先死，不死就靠边站。我说这些，你不会笑我吧？不会。其实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也经历过，我非常理解。我刚开始当海员的时候，也跟你一样，被人欺负，最后还不是熬出头来。我也会熬出头的。我的原则是，绝不退让，绝不低头。人家打我一拳，我就必须还他一脚。什么人犯了我，我一定狠狠还击。就是把命赔上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值得吗，阿玲？你看看你，为了还击，结果自己还不是受了伤。这点小伤，算得了什么？你每次写信回去，都告诉家里的人，说你在这里发展得很好，特别是大妈，还真的以为你当了大明星。没想到，我这么做，是不想她担心。那你听我说，如果混不下去，就回新加坡吧。不在香港混出个名堂，我是不会回新加坡的。我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，让我妈觉得有面子。信哥，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，可是我跟你比我亲兄弟还要好。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大家是兄弟，你有事我一定帮你。人在异乡，知己难求。我在香港的事情，就你一个人知道。答应我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不想我妈伤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得回船上去。我从巴西回来还会经过香港，到时候才来看你。保重，你更应该保重。妈，你别乱动我的东西嘛！妈不是乱动啊，是在帮你收拾啊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进我的房间乱动我的东西。好，好，好，妈不动，全都是你的宝贝。哎，阿玲来信了，来，快帮我回信给她。他好像很久没有来信了。是啊，也不知道妈心里惦记着他。哎，阿玲来信说啊，她又接了一部新的电影啊，还是做男主角呢。以后我们阿玲啊，就是最红的武打明星啊！希望咯。哎，你快帮我回信骂骂他，说他每次写信都写得那么短啊，妈没读2句啊，都读完了。他可能很忙，没时间写这么长的信。我现在就帮你回信。阿玲那么红，一定有很多女朋友吧？哎，你快跟阿玲说啊，要找女朋友不要找圈内的啊，回来这里我们找个同乡，比较容易相处。知道啦。哎，对了。你有没有约那个6月去钓鱼啊？钓鱼？什么钓鱼啊？那天你们不是在谈钓鱼的事吗？哦啊，妈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。啊，
彪啊，你听我说，你妈，真是不小啊有话明天再说吧。我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要写，你也不想我今晚熬夜吧？那你要记得帮我回信给阿玲啊。知道啦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跟你讲2句就推妈出去。手跟手气真的很好，不手痛哎。哎呦，6月跟阿周哎。是啊。You must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more. 你要我多练习说英语。对了，要学好一种语言呢，是需要多一点练习，多听多讲的。我刚才说的英语呢，你说一遍给我听。You must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more。哎，你刚才有没有听他讲啊？摸啊，什么摸的？是啊是啊，什么摸来摸去的。就是啊，哎呦，你看了6月跟阿周。小钱就别笑，哎，你们这样找啊？我这天没打麻将。哎，你们开牌啊？是啊，下午啊没空哎。哎，阿花，你知道阿周现在跟谁要好吗？蔡中有讲。没听说，阿周有女朋友啊？哎呦，我们昨晚呢亲眼看到阿周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嘞。鬼祟祟的，还 I love you, you love me 的弹琴啊！说出来就不好意思喽。哎，说出来听听啊，快说！他们2个人啊，好亲热，在这里鬼混呢。我不信，阿周本来讲话都美红的，怎么可能跟女人鬼混呢？是啊，龙家的5个儿子，最老实的就是他。老实？哎呦，你听过吗？无声狗会咬死人呐！我们的课啊，58%啊都是老实人。昨晚啊，我们亲眼看到他们2个在一起哦，用英语啊卿卿我我的谈着呢。用英语？阿周会说英语吗？耳朵听的可能你不信，可是我们2个人亲眼看到的，难道还会错吗？阿周中2都还没有读完，怎么可能用英语谈恋爱呢？讨厌，他不会，那个女人会吗？那个女人教他的呢。喂，你们那个女人到底是哪一个女人啊？9号。9号。哎呀，不是9号妈咪，是露西家里的9号文凭啊。怎么可能呢？哎呦，怎么不可能呢？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。怪不得啊。阿周最近嘴里呢，经常都叽里咕噜、叽里咕噜的讲英语啊，那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呦，阿周啊，当然会喜欢鸡饭花喽，人家6月，谁可以比得上？彪到现在还没有约6月，他可能知道这件事哦。哎呦，想想都有气呀！阿周啊，怎么能跟阿彪比？偏偏6月就选上他。是啊，又没头又没脑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考上9号。喂，你们在八卦些什么？我们几个是赌鬼嘛，谈的当然是麻将的。丽嫂，哎，讲一下，我说。有这种事？这件事啊，麻将营跟9号妈咪看过好多次啦。我是好心提醒你。哎，女大不中留啊。难怪6月最近常在夜里出去。林嫂啊，那我当你是好朋友，再跟你说一件事。这件事呢，我要是说出来，你不同意的话，就当我没说过。你说。看来呀，6月跟阿彪的事是不成了。那你有没有考虑到6月跟阿安呐？什么？老板娘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6月跟阿安，哎呀，永安有老婆有4个女儿啊！我家6月啊是9号文凭呐，回家跟永安就小老婆。你先别生气呀。那天你拿着洗衣板追打阿周的事，你忘了？那才多久啊？他们2个，哎呀，天底下的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人家阿安啊，样样都比阿周强。要是6月会喜欢阿周，肯定也会喜欢我们阿安的。我总觉得永安比阿周好。 6月啊，
要是跟了阿安，生了个儿子，那他在我们家就是这一个啊。阿安有他自己的面包店，又是我的大儿子，以后这间咖啡店也是他的啊。阿花，麻烦给我鸡饭一点，谢谢。好吧。鸡饭，鸡是 chicken， 饭是 rice，chicken rice，chicken rice， 碟鸡饭 ，a plate of chicken rice。喂，给钱呢？给钱 ，money，pay money。妈爸，我要出去了。啊，出去啊啊！站住，去哪？去咖啡店？是啊，我去给阿周补新闻。不准去！怎么了？外面的人都传开了，说你和阿周啊半夜三更在咖啡店用红毛话谈情说爱。半夜三更说红毛话倒是真的，我只是帮阿周补新闻，没什么的啊。谈情说爱啊，没有这回事。你还总，你总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！妈，那些人的闲言闲语你也相信啊？我跟阿周补新闻真的没有什么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嘿嘿，对对对，人走得正啊，哪怕影子歪啊！不要你多话，用酒瓶塞住你的嘴。哦，塞嘴就塞嘴。六月，妈劝你是为你好，也想你嫁个好人啊。阿周那么没出息，在龙家又没地位，啊，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妈，你说完了没有？今天金梅跟我提了一件事，她说，如果你不喜欢永彪，可以考虑永安。考虑永安什么？玉华跟永安结婚7、8年了，就生了4个女儿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他们龙家总希望有个孙子传宗接代嘛，所以呢，想给永安讨个小。哎妈！哎，你老糊涂了啊！我家6月堂堂9号文凭给永安做小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吼什么？我又没答应，我只是说考虑嘛。考虑。永安有自己的面包店，金梅说将来咖啡店也是他的。好，面包店、咖啡店还是为女儿的幸福着想，你自己说。妈，你干脆在海南街呢贴一张招贴，说你女儿黄六月待嫁而孤，要不然像中元节一样喊标价高者得啊。喊标？哎，就像卖烧猪头一样，谁的钱出得多，就把女儿卖给他。你呀，越来越莫名其妙。哎，是金梅说的，我可没答应啊。你自己心里同意，才会回来讲的。Shut up！ 今天傍晚，强大的龙卷风登陆美国南部。龙卷风所带来的暴风雨冲断了桥梁和冲走汽车。阿多哥哥，这个哪里好看？看卡通。对，看卡通，看卡通。哎，别，我要看如来神掌。哎呀，不好看，看飞虎神童更好看。不要！不要吵，我去换台就是了。我要看超人更好看的飞虎神童。等等。严重的寒霜袭击巴西，根据初步的报告，估计已经冻死了数十人。许多道路都被白皑皑的雪覆盖着，居民们纷纷拿出铲雪的工具，有的甚至利用他们的双手来清除堆积在马路上的积雪。有许多汽车因为寒冷的天气而无法启动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甚至被倒下了大树。哥是在船上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根据当地的报章报告，这次的风霜。
喂，谁呀？喂，哎，大哥，好，爸很好啊。哦，不是巴什么巴西啊？你说什么？咖啡店也很好啊。哦，不是，咖啡很贵。什么？我听不清楚啊！周啊，店里这么忙，还有倾听电话。喂，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，不要浪费钱了哈！再见。阿星打电话来的，他说他人在巴西，什么咖啡很贵。白痴啊！巴西用美金的，咖啡豆当然贵了。快点送咖啡到会馆去，快点。懂啊，人家说海源才能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嘛。6月。哇，今天咖啡店里这么多人啊！对啊。那今天晚上你自己温习功课好了。谢谢。对了，刚刚阿信有打电话来，说他在巴西哎。他说你什么？刚人太多很吵，我只听到他说什么咖啡很贵之类的。谢谢你，先走了。国培啊，姐姐问你啊，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哪里啊？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在非洲的尼罗河。那最高的山是在哪里呢？最高的山是在中国的西藏。我是问你哪一个山啊？是喜马拉雅山。那巴西是在哪一个州啊？是在南美洲。那巴西出产最多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天天都喝的咖啡啊。答对了，真聪明。姐，卖咖啡豆的来了。哦。哎，大叔。6月，你妈呢？我妈今天没来啊。今天你要拿多少啊？我妈平时给你们拿多少的？10包。10包啊？今天我拿多一点，60包。没问题啊。这个鱼买8个，老板娘，怎么说起价就起价，也不早点通知一声。没办法，我是跟着市价走的。老板娘。1杯不多啊，可是10杯就很多了嘞。看来啊，以后我们喝不起咖啡，要泡白开水了。是啊，几股份是贵了一点。红麻将对你来讲没什么啊，你赌麻将几百块就在输，这叫省吃赌大注啊。哎，错！你才赌麻将输哎，我要赢啊，赢多，大3元、大4喜、13元，还要碰上4方。好，想，慢慢的想，想有就有。佢又好驚，將個皇位就讓咗俾你。係啊，Lucy。你的手镯好大，好美嘞。大點會吧？哎呦，升大點。咖啡叔，真係初中。什么咖啡又起5分了？今年第2次起价了。有钱人无所谓，要不然我去投的也可以要起就起。我们也不想的，这起价之后，生意就更难做了。刚才我去开会啊，咖啡豆的来价还涨了3倍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是啊，巴西遇到多年不遇的霜寒，冻死了许多咖啡树，咖啡来源短缺，价格自然就贵了。对呀，咖啡叔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咖啡豆的来价涨了不止3倍啊！不过在还没有涨价之前呢，我买了一些。哇，你买了多少啊？是我女儿够眼光，她买了60包。60包啊！咖啡豆涨价，我买进便宜，卖贵，多划算。哎呦，Lucy啊，难怪你赚了一大笔呢，那么多新手镯。对了，我忽然间想起，那天阿哥才从巴西打个电话过来。他怎么说？那天人多，声音嘈杂，我听不太清楚，只听到他说什么咖啡豆很贵。我现在想起来，他可能是要告诉我们说咖啡豆涨价的事情吧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怎么知道咖啡豆会涨呢？你呀，该聪明的时候你就笨，
该笨的时候你就假聪明，你真的是比一块番薯还不如。Bad weather in Brazil. Bad weather in Brazil. Most crops are destroyed. Most crops are destroyed. Destroyed 的意思就是毁灭。 Destroyed. 真的是你呀，把消息传出去。有人传消息给你，让你们家赚了一笔。阿周啊，咖啡豆涨价这么重要的消息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这消息，你应该告诉六月他们，也不告诉我们。对呀，要是我知道咖啡豆涨价，我起码买500包啊。我根本不知道咖啡豆会涨价啊。你不知道？阿西那天是不是打电话回来？你这家伙到底不是姓龙的，吃里扒外。喂，你说够了没有啊？我们在跟阿周说话，不关你的事。永安提到名字就关我事。咖啡豆涨价的事是我看报纸提到巴西双韩事件才联想到的，自己没有脑子想就不要怪别人了。喂，补习到此为止。自己慢慢。六月，别以为自己9号文凭了不起啊！有本事就别来咖啡店走动，点羞耻也不懂，骂人家没有脑。对呀。 肚子痛，我陪你去看医生来。可是有点痛。怎么样了？慢慢走。永安啊，阿周肚子痛得很厉害，麻烦你送他到医院去吧。肚子痛死不了人的，给他吃点保气丸吧，没事。他可能是盲肠炎啊，身上会有危险的。永安，下车。喂，哇，自己爬上车啊啊！你会开车吗？你会开车的话，叫我的车送我到医院去啊。永安，我送你们到医院。谢谢你，玉华姐。喂，你们搞错啊！帮助别人对付自己的老公，回来你就知道。玉华姐啊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这么说，亚洲虽然是二妈生的，我怎么说也是安安的亲兄弟。我是他大嫂，帮他是应该的啊。盲肠炎要是穿空了，会很危险的。阿周，你没事吧？我快去到医院了，离远了。对不起，阿周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快去到医院了。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美，一点都不见当年妩媚。虽然岁月已百转千回，我依然记得你亮到细细的妩媚。除了你，我不曾梦见谁，你的温柔还惊天我心扉。你的背影仍在我心内，我的心不离开，只为了再见你一回。总是蜡炬已经烧成灰，总是桃花已谢春风回，我还是期盼能拥你入梦，深情陶醉。总是天下人空